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好，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2026年8月5号，我们的讲师智博团长来到线上，我们直接邀请智博团长来为大家开讲今天的丛林奇谈。好，谢谢。老板呢？好，谢谢。各位伙伴们，大家晚安。大家真的过了这个暑假哈，每天都蛮炎热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多做一些防护啦哈，多喝水，然后尽量不要到外面哦，然后来经过这样的长时间曝晒哦，容易中暑。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爱护自己啊哦。好，那今天呢讲到丛林奇谈红花的威力哦，可能今天就是红花的威力呢最后一讲啊哦，老虎的哀嚎。那老虎呢大家都会认为老虎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恐惧的哈从我们小时候听过一些老虎的故事哦，尤其是虎姑婆的故事啊，我相信说在大家都听过。小朋友们大概也几乎会有一大半的人会听过虎姑婆的故事哦。那所以说呢，连接到老虎的话大家都会认为老虎是一只非常恐怖的一种动物哦，而且呢，它也代表了一种非常雄壮哦，而且非常那种狠哦，而且非常的狡猾哦，可以讲说一切不好的呢，大概都会想到它。但是呢，在于我们的信仰里面哦，事实上老虎不代表全部都是不好的哦，全部都不好，因为老虎呢也还是会有所谓的好的一面哦。比方上来讲哦，它就是可能就是权力的象征啊，或者是一种威武啊，或者是一种帝王，帝王也会用到老虎。那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哦，他们如果有喜事的话，尤其是那种好像要入厝入厝就是盖新房要或者是要建新家都会请属龙的跟属老虎的去他们家然后去走一走然后听说这样子的话会更平安，而且会更顺利有这么一说啦因为我小时候我有听过老一辈人也有这样讲尤其是我刚刚在讲说神明的话来讲的话，龙跟虎的话来讲的话，可能大家应该也都有看过所谓的龙虎旗那虎的话，这种象征都比较会偏于像狮子像舞龙舞狮但是说实在，它也有一些也是有这个老虎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存在那再来就是进香的时候，说实在都会有所谓的香摊香大那事实上的话来讲的话，这个才是进香的那一个重头戏重头戏。那怎么会是这样说？因为他要从自己本家的香炉然后摇一些香火，然后进到这个香炉里面，然后就去进香，请了一大群人浩浩荡荡的舞龙舞狮神教然后去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宫庙然后去进香。那这个进香的话来讲的话，先进去的一定就是所谓的这个香摊香大。那这个的话来讲的话，它就必须要有龙虎旗龙虎旗，他们就会用龙虎旗盖住这个香摊香案这个炉，然后到达那一个庙宇的时候，他才会把这个龙虎旗打开这代表说实在有一种压煞，然后有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这是在神明界那我们台湾人的信仰里面拜拜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也有这样子的。事实上，老虎呢，
我们一直跟孩子们讲说，老虎真的是都是很不好的，还是怎么样哦，还是很邪恶的。我感觉说实在也未必是哦，因为老虎还是在于我们台湾人哦心目中哦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哦。那所以说在生活方面哦，有一些老虎的的一些图腾啊、象征啊，我相信说实在都是会有的哦。但是在于我们丛林奇谭的这只老虎呢，确定它是邪恶的哦。它因为它一直很想把毛克利呢给吃掉，从它遇到毛克利的那时候开始哦，到现在它已经长了这么大了，它还是念念不忘哦，一定要把毛克利呢给它吃掉，把它解决掉哦。所以说呢，延伸哦这么长。好，那我们今天呢回归主题哦，我们今天呢老虎的哀嚎哦，那为什么老虎会哀嚎？事实上，老虎的叫声哦，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但是老虎的声音哦，真的比狮子哦还要恐怖，真的还要恐怖，而且说实在还要气势磅礴哦，那一种吼声哦，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到动物园看看可不可以顺便听到这个老虎的吼叫声哦，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老虎的叫声事实上真的会比狮子呢更震撼了哦，更震撼。好，那丛林里呢蓝片的正义之火这个正义之火就是毛克利取来的嘛大家也都知道那大家呢高举的火炬呢叱咤着在群兽的面前的毛克利此时呢就代表了正义的怎样象征因为有了火把，那这个火把呢，事实上对我们童军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强调火把如果一个童军他不会制作，而且他也不晓得怎么样使用火把，事实上也不能称为他教室真的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应该遨游者robber。那这样的一个比喻，我相信说在大家对火把呢就更会有一种向往因为我感觉人生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拿一次火把然后出来到一些空旷或者是比较原始的一个林地里面去走走，我感觉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像我们台湾人对于元宵节我们以前元宵节的时候，有一些孩子们都会拿什么花灯勾啊钉然后就会去怎样去游街去游街。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话也都是有拿过我不晓得现在小孩子事实上几乎都没有那种感受而且我们以前小时候的话真的是里面是放蜡烛的，或者是一个就是蜡烛杯那就比较不容易说是在引火就把自己的灯笼呢烧掉以前的灯笼我小时候说实在也有塑胶的，也有纸做的也蛮多种的。但是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我小时候说实在真的没有拿过火把。我真正拿过火把是我参加童军到国中的时候，我才真正有拿过火把。而且我拿到那个火把的时候，我真的说实在，还真的是感受蛮不一样的就好像运动员选手一样那我们现在大型的赛事的话，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在点这个点这个所谓的那个什么圣火台圣火台我感觉运动选手的话来讲的话，传递火把那种意义真的那种象征也非常好，尤其是像我们童军应该也是要有一种传递的一种精神存在的很庆幸曾经在备学院呢，我们的编织营，我们曾经就有做过一次那我也希望说是在那一种的精神的那种传播，那可以让每一位服务员说是在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带领自己的童军小伙伴们大家来制作，然后来拿取。好，那过了一段呢很沉静的一段时间那一些非常非常
激昂凶恶的年轻的狼哦，哎，看到毛克利高举的火把，没有一只敢抬头仰哦，就是窥看着毛克利，每一只都好像臣服了啊毛克利一样，头都低低了，都不敢抬起来哦，因为毛克利呢拿着啊正义的火把，那毛克利就说了哦，毛克利就向他们说了哦，好，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会走哦。毛克利说他也不待在啊狼群里面，还是啊这些兽群里面跟他们啊一起为伍的哦。那毛克利语重心长的讲到哦，我希望将来以后大家不要再有仇视哦，仇视的那一种那种心呐、哦，那种心结哦虽然呢我们大家彼此要分手了哦，各分东西呢，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都念及到我们曾经的手足之情哦，那也不要再被挑衅了哦。那在我离开之前，但是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哦，找一个家伙哦，不要说他是人，找一个家伙呢来算算账啊。他所指的呢当然就是那一只啊瘸老虎哦。那毛克利呢，在当下呢，他就眼光呢移注在这个邪汉的身上哦。然后这时候的邪汉呢，也被毛克利呢高举的火炬呢，吓到哦，站不起来哦，就卷握着四肢哦，然后呢，用他的前足呢俯着头趴在年轻狼的后面哦，这些狼年轻狼的后面，就是不敢面对毛克利哦。此时的毛克利可以讲说已经变成了天下无敌了因为他手中有火炬这一是百兽里面没有一只动物所不害怕的哦。如果各位有听过我之前有讲过事实上森林里面全部所有的动物里面只有一种动物不怕火，而且它看到火之后还会去灭火。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有谁可以回答我？有吗？有啊，有一种动物它看到火之后会出来救火它会把火踩熄好，那大家就想想吧，我也不要讲答案如果你曾经有听过我前面那几章有讲到好，那毛克利呢，就跨步前进然后呢，狼群们就左右的移开就好像君临天下一样然后群臣呢，就迅速的往两边撤开了的意思就让出一条通道来让毛克利呢走到邪汉的面前那毛克利呢，嘿嘿，这时候的气势呢可以讲说是非常非常的雄艳雄艳就好像一把烈火一样熊熊的烈火。那揪住了那个邪汉他嘴巴腭下这一个地方的胡子胡须然后呢把它拔着然后就是往下压要让他看要让他看看这是什么那此时呢，巴西拉呢，叫了一声，立刻呢跳到毛克利的身旁站着然后呢就大声的呵斥：邪汉，喂，站起来！就叫他站起来毛克利也怒吼着好，那此时呢，邪汉呢真的是很懦弱，可以讲说已经是很懦弱然后就在那边趴着，连动都不敢动，然后连声也都不敢吭然后呢，毛克利就讲了因为说实在，我们前面已经都讲了因为毛克利也认为他是人了嘛那所以说毛克利就讲到了，看见人来了，你就得站起来欢迎，起来，不遵命的话，当心呢，你的皮毛呢
我让你烧焦哦，让你烧燃哦。那这时候的邪汉呢，更是心惊肉战哦，非常非常的害怕哦。毛克利呢，把他的火炬呢摆到邪汉的面前哦，然后呢，邪汉呢就闭着眼睛哦，闭着眼睛，连看都不敢看哦，怕到就闭着眼睛哦，不敢直对着毛克利。然后呢，哎，双耳垂下哦，双耳垂下，僵的身体哦，连动都不敢动，因为毛克利呢，哎，这一把火这一个火炬呢，实在威力实在太惊人了哦，实在让邪汉呢害怕自己，害怕自己。那毛克利又说了哦，站不起来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东西哦，骂哦就骂血汗哦，原来你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哦动物哦，但是呢，它里面讲的是东西哦。好，那毛克利呢，哎，就紧拉着哦血汗的胡须哦，紧拉着哦，紧紧的跟血汗讲哦，刚刚已经扒住他了，现在哦又更大一把的搓着哦，就是拿捏着哦血汗的胡须哦。那大家不要以为老虎的胡须那么好拿，事实上连猫都一样哦，连狗也一样，它们的胡须它们的触感真的非常非常的灵敏，而且它们几乎也都是靠着这样的胡须的强效的一种敏感敏锐度能辨别不管方向也好，气味也好，都是有相当的作用的哦。所以说，毛克利抓了他的胡须，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令血汗非常痛苦的可以这样讲哦。然后毛克利就讲混账，我小时候呢，你没有把我给杀成，现在呢还煽动了我那一些无知的狼群伙伴们然后呢来伤害我。来吧，你赶快吧，站起来吧，我现在让你杀我就这样的神气对呛的血汗我感觉说实在，毛克利真的有了这个红花的威力之后，真的已经变了一个人了完全说实在那种胆魄真的是无法形容啦然后呢，又继续的跟他讲说，你敢挣扎看看就告诉我，又呵斥血汗说，你敢挣扎看看我等一下呢，一样就把大红花呢塞进你的喉咙里面说着就挥舞着他的这样的火炬呢在他的面前然后呢就趁血汗呢好像眼睛快开又不开的时候，用力的用火炬呢用力的敲打的血汗的头就给他挥下去，打下去那被火炬砸到的血汗呢一声惨叫一声惨叫。但是呢，这时候呢，火星呢也四散开来你们可以去想想看如果我们没有火把的话，如果家里面有拜拜的话，你可以拿香试试看你点了3炷香或5炷香，然后呢，你去敲它看看。如果说在那上面的火星掉了，你看是不是也会这样的飞散这是最快的一种实验但是如果大家有经过这个所谓的炊事过尤其是我们各位童军伙伴们那如果你有烧燃过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火星然后把火星呢拿干木材或者是比较重的锤子你去敲那个火星看看那燃起来的那种四散那一个火星也蛮漂亮的好，或者是拿2支拿2支已经烧燃的火炬，然后两支互相的去敲打，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火星像雨一般的散落那一种漂亮那血汗呢
哇哇叫，哇哇叫哦，真的实在太害怕了哦。那血汗的哀嚎声呢，震动了整个森林哦，震动哦那种声波哦，远播在丛林里面可以有那种回响哦，可见哦这只老虎的哀嚎声哦是多么的凄惨哦，而且呢有一点也想挣扎逃跑哦，那毛克利呢，因为就捉住了这个血汗啊，他的软肋哦，就是他的胡子哦，不让他跑哦，不让他跑。那毛克利呢，继续挥舞的哦，他的火炬哦，然后呢，打到血汗哦，打到毛克利哦，心满意足哦的时候，他才肯放手，毛克利才敢放手。那可见老虎真的就这么让毛克利这样一直打哦。你给他想想看，有可能吗？哦，如果我们让孩子们自己去幻想一下，想象一下哦，那时候的情况哦，毛克利拿着火炬，然后一直打着老虎哦，那火星哦这样子的飞散哦，那真的老虎会不想跑吗？当然也很想跑，但是它又跑不掉哦，那毛克利还是继续的去打它。好吧，毛克利也大发慈心哦，慈悲心哦，然后呢，就跟齐安讲说：“好吧，我已经打到这样子，我就放你了吧，我放过你了哦，那现在就让你走哦。”那焦头烂额的齐汉呢，啊，回过头哦，看着毛克利哦，毛克利又告诉他：“你可要记住哦，下次哦，如果你回到这个丛林里来哦，我一定把你的虎皮扒下来。”哦，都这样子来警告血汗哦，叫血汗呢，你不要再胡作非为，而且不要残害弱小哦，告诉他我就是你的克星我希望呢，你可以谨记我跟你讲的这些话哦，然后呢，让血汗呢牢牢记住。好，说完了，毛克利呢又转向了狼群哦，讲就告诉了全族的族人哦，他说：“我告诉你们，绝对不要伤害到我的阿 K 拉哦，也告诉他们哦，这些年轻的狼哦，他的狼族全部所有的人哦，告诉他们不要再伤害阿 K 拉，你要让他呢自由自在在森林里面走动哦，告诉他们不要限制他的自由哦。如果呢让我知道哦，他离开了此地哦，那我呢就会在这里就会在这里回来找你们算账哦，请他们呢千万不要伤害到阿 K 拉，也不要限制阿 K 拉的自由。那换句话说，毛克利真的是非常爱护的阿 K 拉的哦，毕竟阿 K 拉当年的恩情，毛克利还是谨记在心的哦。不然以狼族他们的统领法则里面是没有当上首领之后是真的要下台的，而且是需要被他们的族人这样子的怎样？应该就是私斗，然后到死到死。那可以讲说也是非常不好的一种通灵的一种法则，但是由于毛克利更改了这个法则希望说将来以后只要是狼族的首领都可以豁免了这一种无情这样的一种厮杀来争取地位哦。好，那毛克利呢，他挥动的火焰呢，催促的狼群看到这一些狼群的背跟头跟尾巴呢，有些呢真的
因为都吓到连动都不敢动，都被火星给烧着了哈。然后呢，甚至呢都凝视的毛克利要听他在讲些什么话哦。那毛克利呢跟他们讲完之后呢，真的他们都好像有听下去了哦，都有听下去哦。然后呢，有一些呢已经被烧着了，已经受不了了，忍不住了哦，都哀嚎的叫哦，哀嚎的叫，然后呢也都跑了哦，也都跑了哦。这样的一个场面，大家给他想想看哦，毛克利的那一个火炬哦，红花的威力，真的是有多么的恐怖哦，甚至比老虎还恐怖了哦。一会儿周围呢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哦，因为大家呢，真的都很怕火毛克利呢，也都训示都已经讲完了哦，那大家呢也都灰溜溜的哦，能闪就闪，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哦，大家就都走了哦，都跑光了。那一会儿呢，真的就只有剩下阿 K 拉呢跟巴西拉呢还有呢护着毛克利呢这几只狼兄弟哦，还是在毛克利他的身边哦，都没有离开哦。那可见哦，真的有情有义的哦，这些狼兄弟哦，真的是跟毛克利呢从小到大呢可以讲是换铁的啦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哦。可以讲说狼的义气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十足的哦，而且也非常的够意思的哦。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在这种非常危机的时候大家还是相互的哦，互相的依靠的哦，扶持的哦，那才不会让血汗得逞哦。那血汗呢从一开始蛊惑煽动他们那一些比较无知的一些年轻的狼哦，然后开始，然后准备对毛克利来下手到了这个最后呢，结果毛克利拿回的这个红花呢，真的救了毛克利哦，也救了该救的阿 K 拉哦，是这样子整个一个森林呢，恢复到以往这样的一个宁静，而且安乐，而且有秩序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哦。那我们也真的很希望有一些法呢真的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动物也是活的哦。适时的与时俱进哦，然后适时的去做一些调整。我相信说实在，这才是永续的一种生存的法则。从这一篇里面我们都可以去理解到哦。但是我也希望孩子们真的都要强健自己的体魄哦，然后呢，把自己呢训练的可以做一个非常有担当，而且有一种行动力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弱只会招来更多的欺负，而我们如果能把自己建设的起来，强壮起来，我相信真的也不会万一真的遭受到一些不必要的磨难的时候自己都有办法挺得过来哦。我还是希望孩子们多的可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对身体有注意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技能这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从毛克利的这一个红花的威力，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定要有一技之长一定要有自己的看家本领身体真的
一定要过于强健哦，我们才能抵御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发生。好，那老虎的哀嚎呢，事实上就讲到这边就讲到了这边。那我也希望呢大家呢听完我刚刚的一个开始然后到后面的结尾，我希望大家都有一定的感触了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聆听，感恩。好，谢谢，我们谢谢智博团长今天精彩的分享。OK， 太好了，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